无畏曲折迷离 ，K 姐吉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很多人都知道，人在娘胎里时性别就已经确定了。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小孩子刚出生时就强行通过医疗手段改变他的性别，那么当孩子长大后，他的性别能否被永久改变呢？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曼尼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坚信性别是可以后天重塑的。为了证明这个理论，他在一对双胞胎男孩身上进行了一个人体实验，其中一个男孩从小就被当作女孩来抚养。那么这项实验的最终结果究竟如何呢？人的性别真的可以被重塑吗？故事要从1965年一对双胞胎男孩的诞生说起。这年的8月22日，布莱恩和布鲁斯在加拿大的温尼伯出生了。他们是一对同卵双胞胎兄弟。然而，就在双胞胎的父母为两兄弟的诞生感到高兴时，意外却不幸发生了。当时，双胞胎兄弟还不过半岁，他们的父母偶然发现他们无法正常排尿后，就带着他们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是下面的问题，于是两个孩子在医生的建议下接受了那个什么皮的切除手术。这本来只是个很简单的小手术，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然而，布鲁斯的医生在手术快结束时采取了在当时很少使用的灼烧止血法，也因此造成了一场令人痛心的医疗事故。弟弟布鲁斯的那个器官被电灼针给烧穿了。这意味着布鲁斯再也无法成长为一个健全的男人。悲痛欲绝的父母只好带着布鲁斯四处求医，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来看，想要恢复受损器官的功能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就在布鲁斯的父母走投无路时，一位美国科学家的出现从此改变了布鲁斯的人生轨迹。这个人就是约翰·曼尼。当时的他已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和性学专家，曾于1952年获得过哈佛的博士学位。他提出的一些关于性别的理论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他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结构，对刚出生的儿童来说是没有性别这个概念的。儿童对于性别的认知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培养进行塑造，因此他坚信，如果从小就对儿童实施性别改造练习，那么等他们长大以后就可以完全的接受新的性别。曼尼博士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他努力寻找完美的实验对象。机缘巧合下，他和布鲁斯的父母相遇了。在得知了一家人的遭遇后，他发现如果对布鲁斯进行性别改造，把他当成一个女孩来培养，而哥哥布莱恩则维持原本的性别，那么这对同卵双胞胎就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对照实验。如果最后布鲁斯被成功改变成了女孩，那将成为一个跨时代的伟大发现。因此，曼尼博士劝说布鲁斯的父母，既然布鲁斯不能作为男性健康的长大，为何不把他当成女孩来培养呢？只要进行变性手术，并对他加以性别认知的教育，布鲁斯就可以作为正常的女孩长大了。别无他法的夫妻俩最终采纳了曼尼博士的提议，从此小布鲁斯成了曼尼博士的实验对象。布鲁斯在22个月时就接受了性别重塑手术，除了下体通过手术进行改造外，他还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布兰达。曼尼博士再三叮嘱他的父母，只有等他长大后才能进行完整的变性手术，而在此之前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性别，否则将会影响到他对性别的认知，导致实验失败。实验的前几年，一切都像曼尼博士所想的那样进行着。随着布兰达慢慢长大，为了让她看起来和普通的女孩一样，曼尼博士会定期的为她注射雌性激素。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对布兰达进行了后天的性别认知教育。他不断地向布兰达灌输一个女孩该有的思想。为了让她了解女孩和男孩的不同，他拍摄了兄妹俩的全裸照片，让她发现不同之处，并在布兰达7岁时向她展示了一组妇女生产时的照片。
借以加强他对女性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在布兰达9岁这一年，曼尼博士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他的性别改造实验已经成功了。他在论文中表示，性别取向乃后天决定，与先天性别无关。这一理论随后在医学界造成了轰动，尽管还是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由于实验过程看起来非常的科学，因此一直没有人能反驳。但事实真如曼尼博士所说的那样吗？其实大众所不知道的是，曼尼博士在论文中隐藏了很多对结果不利的细节，实验背后的真相也被他的私心所埋没。在曼尼博士的一系列操作下，布兰达似乎真的适应了女孩的身份。他的父母表示，布兰达的确比他的哥哥更有条理，也更有女孩的性格特征。而且由于长期注射雌性激素，12岁时他的胸部也成功发育了，在外形上和别的女孩没有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布兰达的童年过得十分的不愉快。她从小就表现出了不同于普通女孩的另一面。她喜欢玩男孩的玩具，而且非常讨厌穿裙子，性格也很男孩子气。她不喜欢学习，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因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愿意跟她交往。她也一直被当成问题学生，还因此留过几级。曼尼博士认为，在人还是幼童的时候，如果多进行两性教育，可以让儿童加速获得心理上的性别认知。他还声称，这能够保证儿童拥有一个健康童年的性探索。因此，曼尼博士让年幼的布莱恩和布兰达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性爱演练。由于曼尼博士对他进行的一系列女性性别认知教育和他认识的自己完全不同，所以他在9岁左右就开始对自己女性的身份产生排斥，甚至还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进入青春期后的布兰达更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她越来越发现自己身体的异常，并开始拒绝服用激素药物，也不再配合曼尼博士之后的实验了。而她的父母不忍心看到她继续痛苦下去，于是将真相告诉了她，并切断了同曼尼博士的联系。得知真相后的布兰达很是震惊，她许久没有反应过来，但在思量过后，她还是决定重新做回一个男孩，于是给自己改名为大卫·利马。大卫在15岁那年以男性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之后，他开始定期注射雌性激素，并通过手术切除了变大的胸部。他也因此逐渐变得开朗起来。在他16岁时，终于收到了当年手术事故的赔偿金。后来，他用这笔钱进行了男性下体的再造手术，彻底回归了男性身份。在23岁那年，大卫还同女朋友 Jane 结婚了，并成为了3个孩子的继父。他似乎就这样走出了童年的阴霾。然而不幸的悲剧还是发生了。大卫的哥哥布莱恩在得知真相后，一度陷入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因为布莱恩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受到过重视，而大卫从小就被当成女孩抚养。这些年来，父母和周围人的目光都放在了弟弟的身上，也因此兄弟俩的关系不断恶化。布莱恩逐渐变得暴躁和易怒，而且由于家族里有着抑郁遗传史，最终在2004年的一天，布莱恩因为服用了过量的抗抑郁药物而死于非命。然而悲剧并没有停止，并且仍然在这个家庭中继续上演着。大卫结婚后的生活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由于身体和性格的原因，他一直都没有好好的完成学业。婚后一家人过着拮据的生活，为了补贴家用，他曾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了一个电影商，也因此小赚了一笔钱。但很快他的钱就被人骗走了。而此时大卫的妻子也对他有些失望，并提出了分居。在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原本就患有抑郁症的大卫彻底走投无路，失去了希望。2004年5月，在一个超市的停车场，大卫选择用一把猎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8岁的生命。故事的结局让人唏嘘，一个罔顾人伦的科学家，只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就把年幼无辜的孩子当成了实验品，最终给一个家庭造成了难以抹去的伤痛。而酿成这一悲剧的约翰·曼尼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歉意，他始终认为自己不该受到指责。
大卫没能成功变成女孩，是由于他的父母太晚做出了决定。很多人认为这明显是他推脱责任的说辞，并不能减轻他的罪过。其实，如今进行后天性别改造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有人说，只是上帝给他们装错了身体而已。不知道看视频的你们对性别改造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其实不管怎样，我觉得都应该尊重个人的意愿，尊重他人的选择。好，我是 K 姐，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原创不易，还请大家动动手指点赞关注，谢谢大家。